来，注意看，这是海胆无感加油枪同时加油的壮观场面，如同火山喷发。本期视频咱们就研究一下不是紫海胆的紫海胆。Hello， 大家好，又是非我眼珠子的一期视频。自从解剖完藤壶以后，我这个眼珠子算是调整好了啊。今天继续，紫海胆每个人都爱吃，但我手里拿的这只，它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紫海胆。虽然它的颜色是紫色的，其实它真正的名叫光棘球海胆，主要产自北方海域。而真正的紫海胆，它就叫紫海胆，主要是在南方海域，完全是两个东西啊。这个季节是光棘球海胆最为肥美的时候。本期视频咱就好好的把玩它，给它泡了，看看它的神秘之处。开火。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它通体呈深紫色，就连管足都是紫色的。身体由3个部分构成，分别是壳顶部、壳部、尾口部，3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壳顶部是个多功能的部位，这么看的话看不出来，我得把刺拔了、皮扒了，大家就能看清楚了。这回好了，秃瓢了。注意看，壳顶部实际上共有12个眼通向外界，分别行使着进水、排泄、生殖、感觉4大功能。这个中央部位就是它的小屁屁，是个软组织，一扎就能进去。在小屁屁的边上长了一个黑色的点状的东西，这个部位叫鳃板。这个结构就和海星的结构一样了，海胆和海星是有亲缘关系的。鳃板是一个实质的海绵体结构，也是它的进水口，那么就说明海胆也会有一个庞大的水管系统，这个咱稍后再讲。在小屁屁的周围有5个生殖孔，大家是不是看不见？来看里面就能看清楚了。注意看，1、2、3、4、5，一共5个。海胆在性成熟的时候，公海胆的输精管就会通过这5个孔伸出体外，释放精子。来，让我们再见证一下这难得一见的7克的时机。看这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呀！完了，手机掉水里了，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呀。换个手机继续。如果是母的，排的就是卵子。你们肯定想不到，刚孵化的海胆宝宝就像一个宇宙飞船，在水中浮游。1周以后，经过变态发育，会逐渐长出很多的腕，然后身体慢慢的变圆，体内分泌的含钙石灰物质会加固外壳和腕，最终形成小海胆。好了，讲了7个眼了吧？还有5个眼在哪呢？来，注意看，在5个生殖孔相间的部位，还有5个小眼，也就是眼点，但不是真正的眼睛。腹水管的末端会通过这5个眼伸出来探测外界的环境，是一个感觉器官。下面我们讲一下壳部。壳体是由20块石灰质材质的壳板组成，每块壳板又是由100多块细小的壳板拼接而成。这带眼的部位为布袋区，就是管足生长的地方。不带眼的部位为间布袋区，是棘刺的生长区域。棘刺就长在这些油突上。油突是一个胯骨轴子的结构，棘刺的基部为凹形，与骨板的凸起正好嵌合，加上继皮中起到润滑功能的粘液，便可360度的旋转。这些继皮中还有嗅觉细胞，海胆通过摆动这些刺来获得气味。这个部位称为尾口区。嘴的周围有向外凸起的点状物，这是它的鳃。呼吸主要是靠口气，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灯的运动收缩，使体液进入鳃进行气体交换。提灯被周围的肌肉组织所固定。我们看一下提灯的具体结构，分别由5片牙齿、颚骨、小桡骨组成，骨片之间被间隔肌所固定，里面是食道。牙齿非常的锋利，是由含镁的方结石晶体构成。这种结构的特性就是遇到硬物撞击所产生的断裂面是一片一片的崩裂形态，这就是海胆牙齿永久锋利的原因。好，我们再看一下海胆的水管系统。海水通过鳃板将过滤好的海水经食管到达环水管，这个环水管看不清，咱换个大的啊。仔细看，是一个环状的透明部位，这个就是环水管。再由环水管流入腹水管，腹水管把水注入到痰囊，也就是壶腹，最终到达管足。水管系统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运动功能。海胆的运动方式与海星、海参是一样的，都是抽真空的原理。壶腹膨胀会将管足的水抽走，管足与物体接触面形成真空，就会牢牢的吸住。壶腹收缩给管足注水，真空消失，自然就松开了。这回明白了吧？最后这些黑色的东西就是它的肠道，里面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不能吃。能吃的部位只有一个，就是黄色的生殖腺。我们处理海胆的时候，先把天灵盖用剪刀剪开，然后水龙头开小溜，用镊子一边冲洗一边扒拉，将肠道剥离开。水溜千万别开大，要不然黄就冲走了，这样就好了啊。重点来了，如何挑选肥嫩的海胆？第一，看季节，6到9月份吃紫海胆，4到5月份吃马粪海胆。
10月份到来年3月吃黄海胆。第二，看形态，挑这种嘴突出、刺活跃、粗短的。如果生殖孔能冒出白浆或者黄浆的，那肯定就是满黄的海胆。好了，这期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